得你的香味在这，记得你会心动。嗨，欢迎收看《口里敏同居时代》。各位观众，先冷静一下。我知道上礼拜停播一次，你们现在呢，其实过去这等于算是2个礼拜的时间，大家一直在敲碗工啊，就觉得说快一点，快一点，为什么还没有礼拜一？对啊，好想知道他们到底后来是怎么相处的了。对，没错。当你没有办法选择离开的时候，你还要一起相处，那怎么相处会很舒服？其实就像一个小小的社会，不管你说在家里，或者说在公司，对，你每天必须上班，但是呢，有的时候你又必须。面对你很讨厌的同事，没错，没错，所以我觉得这是我们看我们节目之外呢，大家可以慢慢学习的。相处到现在已经差不多1个礼拜，真的就像我们讲的 ，gay 无三缸啊，对，大家慢慢的露出原形了。所以呢，今天我们也请到了星座专家安格斯老师。主持人好，大家好，好好帮我们分析一下他们现在的行为到底是。那我们发现谈感情就是社会的缩影。那很多人在看的时候觉得，真的还是假的？其实你想想看，我们在感情中人人都是演员，出生时间哦手上都有。什么？所以因此你就可以看到为什么同样有2个金牛座不一样，个性不一样。哦，所以不是星座一样，个性什么会都是一样的。为什么一个天秤座的男生心里这么敏感？我这样讲一定是我看的也很入戏，我们是宫廷剧嘛。那你说演，其实每一个人都会有演的时候，就比如说面对爸妈的时候是一个样子，对，面对朋友是一个样子，面对情人其实也是一个样子。应该讲说大方向离不开我这个人的个性，对。那有时候会让人觉得说是在演的时候，是你这个人差太多了。哦，所以你这点提醒到我，我希望说我们的观众朋友，大家有时候在看的时候，不要有太激烈的一些批评，因为说实在没有什么对跟错。其实我们也是借由这个节目，大家检视一下自己，就耍点心机。有时候我可能也是想保护你，保护我自己，或是种种，这都是非常正常的行为。没有错。好，那我们是不是应该赶快来看？我觉得大家其实觉得你们可不可以不要再聊了？我想要赶快看影片。真的。对，我也觉得。好，那现在我们赶快来看一下。藏在我心中，或许你慢慢的了解了爱在心头难开，听你爱甜美歌曲的品味，和你眼神交汇是暧昧，笑容甜美是必备。公车上，人群中遇见你，公车上，好对你迷人小情，公车上，我们沉默不语，公车上，怦然心动的记忆为你。香味在这，记得你的照片在这，记得你的香味在这，记得你会心动，记得你的香味在这，记得你的照片在这，记得你的香味在这，记得你会心动。就是那一代是超过。来了，拜拜。你觉得他们是不是故意的？对啊。你知道浴室没有热水这件事因为吗？热水器没电了吧？他们就跟我说好了。好了。但是没有好啊。应该是没电了。那他们会来修吗？因为今天早上我在跟他讲一次的时候，他说不是好了，然后可是因为我不知道，我后来我早上有洗澡啊。然后。因为我们去买电池换电池，应该是。真的吗？应该是热水器没电。那需要什么电池？就是那种大颗的那种。圆形大颗的。你知道再这样下去，我可能会在节目大发
标，你知道，就已经到了忍受的极没有限。这个东西，制作组会觉得是我们生活的一部分，不能问他们的哦。就跟那时候咖啡机一样，要用咖啡豆、咖啡粉这件事情。哦。所以他们觉得说，我们都住进来了，他们照理讲不敢，他们是不存在的。对，他们是不存在的。我会晚上把这个拿出来讲，别担心，我是买电池，因为我已经在那个崩溃的边缘了，你知道吗？厕所对我来说很重要，厕所真的很重要。我没有办法，对不起，就是不是你们的问题，就是我没有办法。那我昨天也有尝试，你知道我昨天已经进去了，然后我已经挂那个我的毛巾了，但是我看到之后，我还是算了。你看到什么？就是我去看到厕所，就是男生厕所啊，我就在一个崩溃的边缘，你知道吗？你知道我昨天晚上洗了一整个晚上的冷水澡，我说不行，我就是洗冷水澡，要不然就是洗男生厕所。这可以讲啊，这好笑。然后我早上就觉得起来有点小发烧了。我觉得我们每天都要想一下今天访谈要讲什么，先预备。对，我就先预备着，不然就会尬。你要不要吃一点啊？好啊。我收一下东西一下。不要想，我大家在车上边吃好了。你车上怎么吃？哦，算了，我有大公车可以吃一下。坐下来吃。哇，会不会有点冷掉？难。哇，还不错。如何？这个还蛮好吃的。那我知道。蛮好吃的。还蛮好吃的。应该这样。对吧？你在吃？不会吃不够吗？你吃了。是啊，你吃了。是啊，是啊。你明就很饿，在那边。我知道，我真忘记买东西回来了，忘记了。不是啊，如果你要在车上吃，然后你还要买的话，你就要提早出门。这样才来得及吧？对啊，我就去演唱可以买个汉堡之类的，就可以了。你要出门了？对啊，我记得要过去继续喝。演员人生，加油 G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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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上课。拿回去。你买什么？便当啊，这是买给大家吃的。红豆，我今天超想吃超软饼的。真的，我知道姐姐喜欢芋头，所以芋头可以留给她吃。可是我完全看不出哪个是芋头。然后还有一个什么双层 cheese 跟 cheese 打泡猪。哎，这给大家吃的。这是什么？点心。豆酥桶。豆酥。豆酥的就是冰淇淋，里面是冰淇淋，冰淇淋泡芙了。哎呦，好饱。为什么吗？因为第一次见面嘛。没有，因为法国英文很差。我有这样想过，就是英文不是他的母语，所以其实法国英文超差。我在法国待了1年半之后，我英文变超差的。真假的？而且口音都出来了。法国口音。法国的口音。法国英文口音是就坐火车的那个。我知道，爱在黎明然后有3部曲，哎呀。Before the sunset。对。Before the sunrise。那个女主角就有法国口音啊，很可爱。我没有看过那3部曲。Sorry。就是好了，总之呢，因为找第1部出来的时候，觉得画真的有点太久了，所以就没有。哦，对。那真的好。可是很适合慢慢的就是吃东西嘛，慢慢的。厨房传来一声叹气。我们来洗就好了啦。碗我等下我们。不是，请问一下那个在桌上的垃圾又是谁丢的？柠檬跟奇异果。那个肯定是狗狗啊。立成了。这不用问呢。哇。我们不是在一起做了1个礼拜而已吗？怎么会对对方的习性这么的了解？听声辨位的，听食物辨人。昨天谁把汤清完了？哇，你好棒哦！你真的很棒。我去丢东西。傻
傻眼，我才几天上学，没办法，没有力气收拾厨房，你们就把它弄成这样。进来我整个是吓坏哎！这一锅汤没弄就算了，连豆干都通丢掉，你知道吗？哦，我有跟大家说了，但是出发前的时候有点赶，所以我还是有跟大家出去玩的时候，我跟大家说回来记得要清那2锅。哦，对，你说昨天那可怕的，不是当天切，可怕的，当天没时间啊，来不及了。你最好是，真的，你最好是。来，我来这边稍微基本教育一下哈，这个呢要撕下来，这是垃圾，这是回收。哦。现行犯抓住。哎，姐姐，你要买电池回来吗？热水器没电。我忘记了，我再去买。今天是平面还是立体啊？可以叫他们顺便买啊。不要去买啊！不要去买啊！这多大？今天是平面还是立体啊？就是大概都丢吧。大概这样子那么大那个。好。丢 wash it 耶！不需要 wash 了啊。这么大的吧？都要丢了。姐姐。对啊。都要丢啦。但是汤匙是垃圾。汤匙是垃圾吗？哦，sorry。OK， 拜。走到路口。走到路口，然后呢？左转。左转。汉堡王再左转。汉堡王再左转。对，然后你可能要依现在的距离，大概时间的距离啊，你大概可能要再等个9分钟左右吧。好的。所以我说不用赶。等一下。快跟上，快！是想保持距离是不是啊？还可以吗？会不会不舒服？会。会哦，那你慢慢走。哦耶，走到。走那么快。好。所以这1个礼拜是漫长还是快？我说3个礼拜。还蛮快的。我觉得超漫长哎。很快。就超快，然后就觉得怎么一晃，然后就已经大家一起住10几天。如果年纪多也10天。哦，我在想可能是我早上9点就去上班吧，就不知道什么，感觉是一整天是充实到翻掉的那种感觉。不是就是越充实，觉得时间过得越快。是，我是觉得会慢。真的吗？我总觉得时间过得 ，Oh my god！ 啊，我的手是出鱼味。直接丢吧。那丢后面吧，没有错吧？好，谢谢。你可以说 No, my English is poor. My English is poor. My English is poor. So can you speak slowly or? 为什么5楼这么高？这上面就是顶楼了。我已经走昏了呢。我们回来啦！来啦！为什么你们也那么？这其实是一趟运动，对吧，石头？对，这根本运动啊！这根本运动。哇！sorry， 忘记呢。确认一下。我想说先。你没有买吗？就故意过得过来。你有没有买电池？有。大颗的吗？我不知道，在石头。我以为你在里面。怎么了？你在？没事，怎么了？在那边吗？没有，那个他们说刚刚的电池。有装电池吗？我装了，可是它不知道真的吗？很慢热哎。你要不要试试看？女生的试试看一下好不好？那男生没有，也没有。男生有，可是就是。好，我们等下试一下。好吧，我们等下试试看。然后吃饱了吗？吃饱了，麦当劳，笑死我。哎呀，那我们先各自回房间，然后我们等下一位出来 interview。好的。今天 interview 完就结束了吗？对啊。今天怎么那么快？今天好快哦。然后几点？我等下处理一下我的这个垃圾的部分。我先放在这边，因为你不能带电。网站那边。
啦，还没到那一步啊。没有，他说他都打电话的。啊，我们是不是在录音呢？没有，没闪。那我们的这个，可是没有画面可以用。哦。哎呦，老江湖老油条，现在待了几天以后，大概老油条，只有声音应该是也老油条。除非他用那个相辅相成的说，以下画面我们剪接用的，除非是用那个。因为祖祖昨天没有访到啊。哦，对，你知道，我先。发生什么事了？不知道，他昨天灌酒的事情被说出来了。谁灌谁酒？昨天洪立成有说祖祖灌酒啊。哦，我很想我的影片吧。祖祖，稍微讲一下昨天为什么比较早走？哦，我昨天因为后来临时被叫去工作，然后从那个宜兰坐了计程车回到台北，然后从1点开始工作到7点才结束。对啊，所以就很对不起大家，因为很可惜没有跟大家一起出去玩。好，你们前一天听说玩得很开心哎，我就是礼拜六晚上玩得超开心，然后我后来其实有 interview 大家，然后大家有稍微说一下，就是其实都是你在灌酒这样，你在灌大家酒。没有啦，没有啦，我在跟大家敬酒。那其实我没有看到那一天的画面真的、哦？对，你为什么会看到 ？Aaron 的那个手红那个，我从头到尾都有看到。为什么？然后你这样，然后我有看到，我都看到。那是个意外。我们那天在练习防身术的部分，对，声音我们也都有收到。我们在练防身术，为什么？为什么呢？因为我们是实境秀啊，我们讲好全程录影的，你忘记了吗 ？That was an accident！ 哇，好嗨，好嗨，哇！妈妈，这一切都是误会。妈妈，那个你没有，我真的没有，我just for fun。我们一切都只是你知道，酒害的。不要喝酒。对，祖祖真的没喝什么，但是他灌了很多别人喝酒。没有。你真的没喝什么的话，其实你不是酒害的。我有喝一点点啦，就是你知道酒量不好，所以喝一点点就有点醉，你知道，有点醉。我在这里向大家道歉，我不应该这样子喝酒失礼节。谢谢大家，我觉得今天晚上够了 ，enough。Thank you. Good night. Oh my god. 祖祖，你先不要回去好了，你先去副控室。你先去副控室。你去用厨房也可以，把它关起来。来，快点 ，Laura， 赶快来。你们这个都看到了。来。好哟。上座。摸不着头绪。摸不着头绪。Laura， 嗨！我今天是真的开心，我想透一切。发生什么事了 ？I see everything. I see you hold Aaron, and I see you everywhere. 你是说的那个你们宜兰的那天晚上吗？不是，他不是关掉了吗？你不是你们关掉的啊 ？I know. 那不会流出去吧？那不会流出去。会啊，因为是全程录影啊，咱们讲好是全程录影啊。我上面有妈妈，我上面还有妈妈，我还有爸爸，我还要嫁人啊！你没做什么？我还好吧，我全程录影而已吧。你全程录影啊？我又记不太得了。跟你抱 Aaron 吧。我有抱 Aaron 吗？从背后 back hug。
and 就是你们在拉吉的时候，就是我谁在拉吉？就是那个锁喉功那个有没有？那是3个人一起上去嘛，那个就是。我先打个电话给我妈，我跟她解释一下，跟一些相亲对象解释一下，我解释。我们会剪接吧？我们会剪接吧？会剪接啊，可是好重要哎。我回去看一下我的那个 video， 我回去回想那个夜晚。或者是说你认为我们有什么可以交换的？我们用交换的，说不定也可以哦。交换的，对对对，出卖一下他们。交换腹肌也可以啊，或者交换什么的也可以。你知道，毕竟我们角度没有你那么好。但是你知道，就是那我们毕竟就是那2只，它的2个 size 就是有一点不一样这样，对。怎么会有这种事呢？真的。但我相信礼拜天的时候，你们真的已经讲很多。但是就是我在听起来的时候，跟我在看的时候，那时候就有这种违和感，想说怎么跟我看到有点不一样。然后就明明就是3、4点嘛，然后就是我们一起睡好不好啊？一起睡。谁说我们一起睡好不好 ？I know everything。我跟你说，我酒量不好，妈妈，我平常不怎么喝酒的，我在外面都没有到。因为我昨天其实我们就是回来很累，我们几个人谈累了就开始大看那个影片，然后我越看就觉得这就是酒店实录啊，酒店旁边侧拍啊，然后主持人黑道啊，然后我就想主持人霸气总裁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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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然后黄立成是那个小姐，对，被调戏的小姐，然后皇上是什么？皇上是那个，就是过路客，可能没钱付，没有办法付钱，就说哎我不要露腹肌解决，对，我们怕进去之后被洗白，就是被整个洗劫一空这样，卖，最好用露腹肌解决一切这样子。哎呦，不是啦，我们在台北的生活不是这样子的，我们其实大部分的时间都在踏青那集可以播出。那我可以证明，妈妈，我可以证明他们在台北真的就是超无聊的，然后没想到去宜兰颠覆我的想法。我本来还想要去儿童乐园玩，没想到都不用去玩，那个根本就是平行时空啊！我的天哪！其实那个 camera 关掉的时候，我们都在活另外一个世界，平行时空，对，平行时空。好的，很棒，谢谢 Laura。不会，我去平复一下我的心情，我去打几个电话。拜拜，下一位，速来，然后一样就去复控吧，你们2个去复控取暖。你要说你礼拜6的经验吗？哦，那这样还好，这样我可以，这样我可以讲，就是。没有，这真的蛮夸张的了，但我觉得是也很好笑。就喝酒啦，我觉得就年轻人喝酒在玩，我觉得真的都还好。我也是这次我才知道说，原来就是被锁住脖子，我是真的站不起来的。对啊，我想要起来是真的起不来。可是为什么会拍得到？我很好奇。厉害吧？我们就是实境节目啊，我们有做实境节目该做的功课，所以我们有说全程录影嘛。就既然就这样，我就是有这个东西出来的话，我就觉得也是还不错了。是怎么会有喝酒的时候反差那么大？然后而且每个都在那边说自己好像一副很会喝酒一样，就是你应该有看到，就是全部倒一地嘛。我没有怎么追，因为他们酒量真的太差了。他们自己在那边讲自己酒量很好，但是就是真的是一下全部都倒了，然后这边发酒疯。就是当所有人都发酒疯，然后我觉得我还好的时候，就会突然有点觉得说好，我可以休息。公司我要买下来，然后直接买。我们可以买下来吗？我们公司资本要买公司，公司这么人家我会，不要，我跟你讲，我只要你们公司51%就可以了。我会，我就可以 control 这个公司。我去凑钱，我去买肾，还是说我们可以用法国吧？还是我直接我就带你去了，我们就直接回法国？行，我跟你讲，我就差不多了。我爸爸妈妈，差不多。我觉得我们公司会杀我。石头。感谢你一个是比较有趣的事情，就是说你那天喝醉了之后，你从那边回来之后，你开大门回来之后，我们制作组不就在门口吗？然后我们就说，石头你今天表现很棒，我们制作组给你拍手，然后拍手，有点满头问号。对，然后制作给你拍手，拍手之后就说他们在那边喝过血，受不了啊什么之类，然后你要先回去这样，然后我就说真的吗？喝得很开心吗？那我去看莫妮城干，他们把我的都关掉了，真的假的？你是手指爱心吗？对 ，Thank you，Thank you。你是说我
间接有通知的一些事啊，是吧？没有，因为我本来就会监看的。好。但是想说你怎么那么快就出来？这样。其实那时候我那时候我记得我的想法是。一直被吓醒，就说哦，好吵，有点想回去睡，所以我就慢慢的爬起来，然后就爬回去睡了。对，因为我是真的觉得，可能那时候觉得有点太吵了。对啊。哇，要给节目组，要给大魔王掌声鼓励。他也很强哎，对啊，好会套话哦。对，而且竟然这样子，全程还是录到了，真的很厉害。但我觉得哇，刚刚好尴尬，所有的人，你有没有感觉到那个氛围？我好像回到了国中的时候，然后我们一群人，然后可能搞砸了一件事情，然后最后老师就说来，你们5个人出来，然后出来之后说好，你现在教室等着，然后一个一个进来问，说是谁把那个东西弄坏了。就是一个一个访问，刚刚明明是在宿舍，但我觉得好像在警察局。就是警察局这么单纯吗？不是，我觉得我是没去过就是一个灯，然后照在上面，照在他脸上，然后就说来，你老实讲，我们都知道了。而且大家都不知道到底要不要再坦白一点，因为不晓得你是不是真的看到，然后就在那边犹豫，是不是真的要完全坦白？哇！太可怕，所以每个人都在干笑，有没有？我觉得唯一可以镇定的就是，真的就是皇上，对，就是维安，跟石头，对，因为石头石头根本几乎已经是完全就是他已经飞奥了，感觉就在里面喝酒的，所以可以想象，在那阵疯狂里面，应该没有人理他，应该是。所以那个摄影机后来又是思雨又重新打开嘛？其实不是哎。应该就是关掉了。会飞到原因是因为他喝太醉了，他那个某罐酒有没有？哦，是喝太醉了。哦，是太醉了，他睡着了。哦，他睡着了。应该是有关掉吧？摄影机为什么会录到啊？对，为什么会录到？摄影机会录到，其实是因为我们有监看，我们一台机器都有串线，然后我们串到我们的副控室，然后就算他摄影机器卡掉，我的副控还是会录，还看得到录下来。所以就是云端录制嘛。对，好可怕！真的很可怕。好可怕哦！但是你们做得好，做得好。哇，所以他们，你看，像他们一开始都讲说是没有，然后想到啊，我们只是好比主厨防身术，我们这个防身术，对，然后后来讲越来越多的时候，发现糟糕，防身术这个凹不下去了，对，他凹不下去，然后所有人都防不住了，防不胜防，防身术防不住了。而且我觉得他们应该自己还是蛮清楚到底做了什么，所以要开始跟妈妈道歉。对，开始想说啊，糟糕，我上面还有妈妈，还有爸爸。对，但是另外讲到一个，原来 Laura 现在有个相亲对象。终于其实有一个真的蛮不错的相亲对象，然后想要好好发展，就没有想到喝酒之后失控，结果跑去抱 Aaron。对，所以皇上应该平常就是大家的菜，可是平常大家都 hold 住，可是一喝了酒就 hold 不住了，想亲的就亲了。想上了就上了，去哪里？要去哪？太好玩了吧！其实你看皇上，如果你会很难想象他是一个牡羊座的人。其实主要原因在皇上的上升星座是巨蟹座，巨蟹是一个比较什么事情会慢点说、慢点表达自己态度的人。那皇上29岁了嘛，相较其他人他稍大一些。其实人在成熟之后，他才会展现他上升的那一面。所以你会看不到我们牡羊想到都是很冲动啊、很激动啊、情绪很直接啊，就像孟哲的狮子也是嘛。可是随着一个人的年纪变化，其实上升就会掩盖他表面的那一面。对，所以他应该是进入到一个要找成熟女子的阶段。所以他对于成熟的女生是比较有兴趣的。主要他的月亮是在金牛，如果月亮在这个位置的人，他应该是只对跟他有相同兴趣的人会感兴趣的。然后其他你看到的所有感觉也都是敷衍，就是他跟人如果不是在一个平行线上，他不会勉强自己去爱一个跟自己不同的对象。好像是。但是还是要更谢谢石头啊。因为思雨虽然关掉，但我们大魔王可能还没有注意到这一点，也是因为石头的提醒，大魔王说：“哎呦，来快妈呀嘞！”对，再录下去，云端监控再录一次。这样石头会不会又被砍啊？我觉得石头没有错啊。我觉得照这个剧情发展下去，石头做这件事，所有人会为他欢呼。那你觉不觉得祖祖一开始在厨房那个其实是借题发挥人？你看他去倒垃圾，距离保持这么远，其实他根本就是不想跟他走在一起。而且石头还蛮可爱，后面讲一句，他是不是想要保持距离啊？对，他还直接把它讲出来，正常人应该会把这句话放在心里吧？为什么要说出来啊？他们就很尴尬，距离很远就说出来啊！
可能他已经觉得有一段距离啦，讲了他也听不到。你这会录起来啊？这拿着摄影机吗？你要这样哦，他什么意思？不是，这是不是想保持距离？要说我也会讲不是因为反正摄影机在拍，那我就是想要把这个心情讲出来。对。那第一个他也离那么远了，也听不到。你看连在等垃圾车有没有？那个石头已经尴尬到在看那个人，一枚。他们两个的表现真的是没有话聊，不知道聊什么，完全不知道要聊什么了。连一进门，马上把纱窗关起来。关起来之外，然后他又坐在餐桌，石头，你在我后面啊。太明显了，真的哇，那也是真的是很好笑。但是这样也辛苦了，我觉得竹你也很辛苦，就是说你因为这样的状况，你不能离开嘛，你还是必须生活在一起，然后有可能希望这个感觉很融洽，所以我觉得都很辛苦。好，但是刚刚比如说看到他们很多的那种讨论，我们还没有看到那个思雨的，我好对，因为机器是他关的。对，我们来看一下他到底会讲些什么。讨论度女王，对，而且他上一集被骂得很惨了。上一集吗？上一集应该是另外一个，对啊，两个人都被骂蛮惨的。哦，对，在网络上啊。哦，真的哦。但是大家还是多给他们一点空间啊，他们就都有解释过了。他们还年轻啦。对，年轻啊。我们来看看他们的解释吧。工商时间，终于有工商啦 ，yes！ 好，那你今天来找我干啥了？还不是想要问问看你要怎样才可以增加人气啊，增加粉丝啊？你这就问对人了。做影片要让你的粉丝变多，最重要就是让他们有初恋的感觉。我这把年纪跟人家谈什么初恋啊？没问题，几岁都可以有初恋。来吧，我们来试一个。来，假装我是你的粉丝，你会怎么跟他打招呼呢？来，妈的，花拳啊！一大早叫人家花拳，来个稳重一点。妈的，走。家里死人一样的，死不瞑目就是你这张脸啦！真的放一点感情。妈的，走。好了，这个眼镜我就给你87分了。但是啊，因为我们要合作嘛，那我们的内容上也要有初恋的感觉。再想想啊，那个网友给你的鼓励的话，那是初衷啊。没有。怎么可能没有呢？你没有这么不红啊！大家都知道你是谁，没有给你鼓励的话吗？喂 ，Eric 吗？之前我们说的那些合约还算数吗？你可以来接我了。阿明，能不能不要去麦卡贝上班啊？你竟然偷听我讲电话，不去麦卡贝上班，你养我啊？白痴哎！阿明，开车。阿明，别生气了，还是我们听点音乐放松一下。我们这台车有搭配 Apple CarPlay 功能，想听什么都可以哦。不要再犹豫了，来跟麦卡贝签约吧，合约在这里。为了表示我的诚意，还有这个。我才不是为了不懂你这样子的。好，可以开车。哪来神经病啊！还有这台车2F实验智慧型刹车系统，可以侦测车辆，也可以侦测行人，非常的安全。你透个气吧，把天窗打开。阿明，等一下，不然年薪100万吗？
什么？停车！停车！停车！你刚说加什么？我说加年薪100万。年薪加100万，我有没有听错？没有，就是100万。来，100万都是你的。年薪100万？没错，就是年薪100万，开心吗？开心。那我们回家吧。走路很累，我觉得车不错。就买下来吧，100万先给他。哎呀，接住！怎么会想要关我们的机器？我就是知道我们要来录这个。因为我觉得，就是大家压力很大，然后我就想说，如果要喝酒的话，就是大家要喝得很开心的话，然后要把话都讲出来的话，我不希望就是大家真的玩得很嗨，然后玩得很开心的时候，因为大家就有问我说，就是要不要关什么之类的，我就觉得。所以是你决定要关的。我就觉得可以关。可是你知道，我们其实都在工作。嗯。某一种程度的信任真的有瓦解掉。可是我真的是，这台真的是我跟你说，这台我把它关掉。可是那台是真的，我看到记忆卡满了。没关系，那反正就是你还是你要关掉它。对。我知道我昨天有，就是你跟我讲后，我就是担心了很一阵子，然后有思考，就是觉得说，就是在工作跟，因为我觉得有一点就是不知道实境节目就让我有一点分不清楚，这群人是如果为了画面好看的话，就是新三色或不是新三色，就是为了冲击性的话，我就会一直开着它。可是就觉得这群人大家经历过就是很不好的，石头也很不好，然后祖祖也很不好。我想说大家要喝酒的话，我不希望就是大家真的很开心的时候，然后还要有所顾虑，所以我就自作主张，好把那个关掉。我们也一样很辛苦。那如果是这样的话，那就是你们隔天的所有对话，我整个都觉得就是你把制作 team 就是傻子。昨天在顶楼上有一个洪立成说，就觉得我真的有点分不清楚。原本觉得不跟这群人不会变成朋友，可是真的觉得有朋友的感觉。可是就是希望大家可以开开心心的，所以我就觉得不想要在这个时候大家还玩得有压力。我没有想那么多，我觉得很对不起，可是我真的不是故意的。好。真的很对不起。好，理解。虽然我们彼此有一个交代，不然其实前面真的很受伤。就是因为大家这么辛苦，然后我们大家也是大组，这样搬这么多东西，然后我们早上又那么早出门，就是比如说就是你们行程什么的，然后我们就尽量就是可以把大家拍得漂亮，然后让大家出来玩。然后我们其实想要借由你们讨论不一样的沟通嘛。那我觉得就是石头跟主人他们对话有对话，然后你也是有跟很多人有不一样的对话，我觉得那是很棒。可问题是你们昨天一弄之后，其实变成是，那现在是怎样？就是觉得好像
很让你失望。你知道我昨天在吃饭的，我昨天在吃饭的时候就是一直跟他们讲说的，就是真的不想让你失望，可是就是对不起。OK， 没关系，就是这样就过了。我觉得就让他过。我觉得至少有这个对话，因为你知道我很怕，就是你都不讲。我就想跟你讲，我不敢跟你讲。可是问题是，如果你都不讲的话，后面就完了，就是那个就是更秀到，就想说哇完蛋！你现在在做任何表情都不知道该怎么判断，就是那个切入点。真的过了，真的过了，可以啦，可以啦。好啦，快都快死掉了，你知道吗？对，你这哭不是骗我的吗？我不是骗你的，我还去拜拜。我也觉得我要去拜拜。我要去拜拜。他跟我说不可以，因为人情压力就做这件事情。然后我现在跟我抽这个钱，你知道我真的爆哭。这钱给我蛮准，钱工真的很准。哎呦，真的是，这种公司就是狗屎。真的，没代志啦，没代志。我觉得会哭一阵子。对，你去里面平复一下。我去里面哭。对，没代志。要不要hug一下？没事啦，好，来考。好，思雨你没事，我还被录到讲电话呢。你有经纪约吗？什么？你你现在哭什么？你现在主要哭什么？因为我现在有点不确定了。他们说什么？对啊。然后他们叫我管录影机啊。然后呢？然后呢？就有调出来，因为另外一台我没有，另外一台就是反正就是这样了。对啊。但是我们怀疑是有隐藏摄影机哦。没有，他的意思是他觉得是，但是另外一台，是你没有注意到他有没有拔掉吗？还是是？那 Jessie 在不开心，你吗？我关摄影机啊。他不开心吗？不是啊，这个没有什么好哭的。晚上的时间本来就是我们的啊。对啊。对啊，而且也没有说24小时录吧？有吗？没有啊。反正就这样。我们不信任他，但相对他们同时也不信任我们才会这样啊，才会有隐藏摄影机出现啊。还有1个礼拜哦，还有1个礼拜。我想要中途退出。他后来最后怎么讲啊？他说没事啊。真的。我现在两边我常常感觉你眼中也泛泪。我是有点担心公司会生气。其实我其实觉得他们放的画面不会太过分了，即使是有网络的看似，也有一些管制在吧？我想一些情色方面的管制在吧。而且19岁少女没有几个暧昧对象，也是很奇怪的，对不对？你等下就问 Jessie， 我觉得你直接问 Jessie 啊，你没有解啊，你问 Jessie 完就没事了。对啊，他会直接讲吗？我觉得他会，他人真的很屌。我觉得 Jessie 的人还蛮好的，不是，就是因为他人很好的，让他死我就觉得，看为什么不信任他？如果我们玩成这样，他应该不会播，我应该知道啊，会把它关掉。哇，我的天啊！可是不可能，如果他在录的话，我们绝对不会玩成这样啊。好啦，也是啊，不管了，反正我两边都不是人，我觉得好痛。我看到你现在两边都成全啦，因为你关掉摄影机让我们安心，然后他们也发现有偷拍摄影机，真的是皆大欢喜。对啊，是皆大欢喜，你100分啊，没问题。思雨竟然是逐字的一看，有点好沉重的感觉。可是我实在不太懂他们最后说这是一个皆大欢喜的，因为他们其实只是安慰思雨。对啊，但我觉得这个安慰蛮奇怪，我听不大懂为什么是一个皆大欢喜。反正
我们也玩得很开心啦，然后他们也录到他们要的啦。对，不管这个对。是，对，但这个应该不能算欢喜。对。但说实在的，关掉摄影机这个其实也是实境秀的一部分了，因为我们确实就是一开始就跟大家讲好了，好，你们住进来的这段时间我们会全程录影。对，那好，它发生这个事情刚好也是等于算是节目的一部分。对，其实你就是要有一个心理准备，你所有的行为其实就是被公开在太阳底下的嘛，就是大家都可以看得到的。我觉得就像一个厨师好了，你把他的火关掉，他的菜要不要煮？我们录影，我们就是要画面，你把它关掉，就是没有画面，我们这实境节目根本就没办法播了。住在里面真的很不容易，是，这尤其是看到他们3个坐在房间里面开始在讨论这件事情的时候，想尽办法安慰自己的时候，你更觉得其实那几天下来压力真的很大。想要让大家看到自己美好的一面的同时，又没有办法装得太久，这不是他们的错，因为人如果面具戴久了，本来就会有压力的存在，最后就会爆发。所以他们坐在那边开始讨论，然后彼此互相安慰的时候，你可以感觉出来，其实这10几天下来，他们也是不容易。虽然他们签了一个全程录影的合约，但是真的不容易。这2位女生其实他们都有承认他们的一些错误，他们有道歉，所以我觉得这件事情是好事。所以他关那个相机，他到最后他是有跟制作节目做个解释和道歉。祖祖最后讲到说，就是19岁的女生有很多暧昧对象，也很正常。对，其实有些东西就讲出来就好了，也不用去藏。我觉得思雨她回房间的时候，不是 Laura 跟祖祖也在吗？对，他们讲说，他刚问你什么？他们在气什么？他就说，哦，因为他们在气我把摄影机关掉，然后旁边2位的表情就是，所以嘞。然后他自己，我们惨吗？然后他自己一副就突然露出1秒，哎，对啊，所以嘞，没有他那个点，我突然间发现，他把话打住了，他有打住，因为他发现他跟他们另外2位的频率是在不同的，对，所以他就没有再多讲了，因为他觉得再多讲了只是说 OK 大家又变有争执，对，所以他停下来，我觉得一定会有争执，对，因为另外2个其实才是最惨的，然后你突然真的，你被问了什么？因为那天晚上我们记得我们大家都是做一样的事情啊，然后他就回一句我把摄影机关掉了，另外2个所以呢？结果你的事情只有想想我们2个的感受吗？对，而且我发现罗拉有点在怀疑说你真的有关吗？但他刚后面的大家也有讲到说，好，那我们现在要去找大魔王，是要去摊牌吧？不知道哎，他们是不是要去翻脸啊？还是要谈条件？他祖祖真的想要买到麦卡贝51%吗？那我们现在要不要来看一下他们去找大魔王谈什么？等一下，那你希望看到还是希望剪掉？我当然希望看到。我够你家人哦。其实我也蛮想看的。我是不想啦，因为每个礼拜1会遇到他们，所以真的我不太想看到。谢谢。你们2个还不来？找我们2个去面对。不是，我是不想看到各位网友们，不要再骂我了。然后我跟他们说，其实我也蛮爱他们的。对，我是对，也是有在关心他们，但是因为中间就是听他们讲的东西，但是都是从旁边听，我一直很好奇。对，我是为了主持这个节目继续可以主持下去，我必须要知道发生什么事情，我才能坐在这里跟大家聊天。真的很棒哦，其实你们所做的我们也都会做啊。我们现在背后面都是汗哈，我们不知道有没有办法下一季的礼拜1还是我们啊。我们心脏好像也没有办法负荷，帮我把那个摄影机拔掉。我们看下一个，赶快。丫丫，吃个甜点，丫丫亲吧。你不要再哭了，没事啦，头过身就过。打个电话。你最没事了啦。你是不是知道？还爬走。什么东西啊？是不是知道？知道什么啦？哎，他放。讲清楚说明白，你过来。在吵架。什么东西？吵一吵。难怪刚刚是前面2个尖叫，然后第3个就很安静。你是第3个吗？我自己都想看这一集。为什么？我觉得一定很好笑。好了，对不起。好，那我先出去一下，我去顶楼一下。不要去顶楼。哦，不要去顶楼吗？不用，我怕顶楼，因为你冷静点，你刚开始就赶快拿外套，外面是不是很冷？好笑啊！难笑什么？
他们在听话。我也不知道哎。哦，没有啦，你不要乱猜，不要乱想。我没有乱猜乱想啊。我就喜欢你这种单纯的个性，我很喜欢。你现在才喜欢，来不及了，来不及了，来不及了。来来吧。到处探索一下这个世界啊！探索一下吧，探索一下。你这个躲过一点的，不探索一下。大家感觉都很需要一点空间，我就不打扰了。对。然后我就跟你说，他就是一个以工作为重的人。基本上现在这个结果是好的，而且还达到这个效果，我觉得他反而不会生气，他反而觉得对做好。当然你说信任度那边就是多多少少会有点影响，但是一定比前两天好。我以一个就是底下有员工的人的角度来跟你讲，我的看法是这样。以前2天好像是。就前2天如果都没画面，我觉得说干，就是那我这2天我怎么呈现？然后你们几个吃早餐的时候还在那边欲言又止，啊怎么样？就是我都没东西啊，就是，然后现在有东西了，然后还那么真，然后我还可以拿来吓你们，还把一个吓哭，多赞，爽。我不是被吓哭，我真的在旁边无所谓。就大概这样吧，所以我觉得 OK 啊，没事啊。以工作为重的人会这样想。真的吗？嗯。真的吗？嗯，我真的这样觉得。然后你确定真的不是故意不会关吗？我真的很怕，我刚刚讲完之后，然后你就瞬间不哭了，这样。嗯。就原本真的很难过，然后被问说你真的不是不关吗？然后就瞬间就是。真的不是。演戏要演到底哦。我真的是被关。你要演到底哦。我真的演到底了。不能突然腹黑哦。什么东西？不可以突然腹黑哦。突然腹黑，我没有，这真的是一个失误。只是突然发现一切都是阴谋的。没有，前面可能有，这次不是。哦，前面什么有？嗯。前面什么有？不知道。你说啊。如此。你这个腹黑小婊子。咬我。干，我都没有看到，我为什么要删掉？我为什么要看了？操！因为我躺在那边也没什么好说的。我们没有干嘛？对，你们就是没有。可是我们2个没有干嘛？你去讲，你去说。如果他不答应怎么办？应该是不会的。应该是不会的。他会尊重的，我觉得是没有讲他是会考的。对啊。你找不到我。我要什么单？就拿着湿的衣服跟红色。对，我找了一下。没事啊。好，没事。你知道买什么地瓜？没关系啊，算了，我要洗澡。知道你要买什么？还好吗？还好吗？啊？还好吗？还好。大家都跑去散心了，最近。没错，很多的心要散哦。觉得我觉得尴尬。不用尴尬。尴尬，你是最没事的。不是没不没事的问题，我就是不知道大家发生什么事。不要知道。嗯？然后你觉得司仪？不是你？现在是到处在凑合吗？你早上才。没有啊，自己就跟他一样。你早上才会说他跟地震。你想干嘛？我不会那么容易喜欢人。那有好感吗？应该说我还在观察这个人到底是什么样子。嗯。一用见他那边哭，我就想说你这个真的。我刚刚一度就是超级他妈抽离，我没有在拍。嗯。他妈抽离，因为我觉得。真的吗？对啊。你觉得呢？知道。所以他才会很内疚。他的内疚，我觉得半真半假，绝对有至少有60-70%，但他自己知道其实不。但是说实在的，我觉得这个结局太完美了。对啊，我刚刚讲说，现在这个是最完美的。对啊，然后弄得我呛他
他隐私，我不呛他隐私，不然我呛了，就是这种为什么撕不开？我觉得你可以讲。我在那之前就在怀疑死，就觉得他好像知道这件事。对，我真的再聪明一点，我的脑袋去哪了？我再聪明一点也是知道，他一定有买东西的，而且他知道事后的各种解释。太明显了。这个就是你的着力点。我在想，而且这个剧情是有连贯的。啊？这剧情是有连贯的。你那天是真的关吗？还是你不会关？我想到我的胃就在痛。但你，对，这就是一场秀。我知道。他是演员，他比你还会知道怎么装自己，不用担心。你有没有担心？哇，因为他工作的关系，搞得大家都不信任他。对啊，最后那句话好重哦，因为他是演员，所以他知道怎么抓镜头。看样子黑画面是不会播的啦，看样子是看不到这个隐藏画面的。搞得好像我们大家也都不知道他到底是不是安装了，搞得我们好像被背叛了一样。对，搞得我就想说，会不会连主持人都被蒙在鼓底啊？你都没告诉我们。没有啦，要沉浸一下。为什么录个影要搞这么辛苦呢？就像真的，刚刚可是老师讲的，狮子座就很讨厌心机，可以不要这样子吗？可不可以给我们最真实的一面？哇！哎呦，那我觉得接下来这一个礼拜，感觉会一样的不平静哦。真的哦。因为你看，刚到最后，大家已经开始怀疑思雨了。对，尤其罗拉在跟皇上讨论的时候，其实我觉得他对思雨这个人，他是非常不舒服。问皇上说他喜不喜欢思雨，其实有很多的含义。可能就你的角度看来是说，哎，那你喜不喜欢他？对，你喜不喜欢思雨？你喜欢，那我自己的机会多或少，这是一个。真的。然后另外一个就是，我其实在怀疑思雨，我想要找一个人讨论。但如果你喜欢他的话，我可能就打住了。对，我只是在确认你的心中立场而已。哇，大家住在一起都要这样子，哇，好辛苦哦。我还是自己住好了。是啊，哎，你看他们这样3个女生还要睡在一起哦。如果我觉得你是在弄我的人，哇，可是还在同一个房间，那还有几天呢？但我只能说思雨自己造成的，因为他小动作太多了。对，他以为自己很聪明，但没有，他只是小聪明。但总有一天他会踢到铁板，现在就快踢到了。可是如果我是思雨，你们将来跟我讲，我觉得我会崩溃耶，因为你们这么不相信我，这就是玩火的后果啊。对啊，其实 Laura 用到撕这个字，我什么时候要撕开一个人的面具？我跟他有敌对关系或有利益关系的时候，那可是这节目没有利益关系啊，它只有一个可能。所以我始终觉得这存在一个微微妙妙的三角。虽然在短短时间相处，你要突然生出什么很巨大的爱情是不可能，但火花是可能的。所以我觉得其实 Laura 对皇上是有些感觉。为什么不撕开石头？石头大家看他是天秤座，觉得石头开也是石头而已，不要这样子。石头的力量跟上升都是天蝎座，所以石头应该是一个非常非常敏感的人。而且情绪是非常非常无法释怀的，绝对不是大家看到他那个傻样子，无法释怀。只是在这个里面，他跟其他人成为了另外一条路上的人的时候，我没有必要跟你们讲。可是你们看到他坐在那个桌子边，一个人或是一个人好像不在状况内，他都在状况内，感觉太多了，不想跟你们说。纯天平的人，你会看到就跟他一样。哎，喂，他是怎样？老师，我上身是水瓶哦。直接上升水瓶哦，这麻烦了。麻烦了。老师，我上升水瓶哦。上升跟太阳都是风象人，就是神经病，不是？就是脑中想的。我跟你吵架，我想录哦。就承认他是乱讲。刚刚讲到就是说 Laura 的上升呢很有意思，是 Laura 的上升星座是射手座。你看到金牛有很多的伪装，前面都是客客气气的，对大家一切都好。可是当后面开始相处出感觉的时候，他面对他让他有感觉对象，他会变得异常的直接。所以你不觉得他们私底下小小声说的话，皇上跟 Laura 在说话的时候，他的话每一句都是很直接的，很射手。射手说话一向是像射箭一样的。一是我相信你，二其实我对你有感觉。我一直建筑在这个点上，我始终觉得就是有那么一点点浪漫的氛围，但皇上对他不一定有。我觉得皇上真的是置身事外的人哎，而且他对思雨讲的时候，他是告诉思雨说：“你不用担心啊，这个画面我觉得赞。”可是 Laura 讲话，他感觉是他好像希望可以再看到一些不同的火花爆出来。我现在突然间觉得，
大家现在都在猜测思雨一定是可能是我们节目 C 的一个人。没有，我觉得皇上，我猜是皇上，真的觉得他两个人讲的方式都不一样啊。他在暗中的挑拨吗？他不算是挑拨，而是他觉得好有趣。对，因为他是一个最冷静，他觉得好有趣，真的好有趣。他才是那个默默这样。对呀，推一下，撩一下，撩一下的。对，反正我推一下，真的没有人感觉。可是思雨是真的直接弄倒他，因为他的技术还不够纯熟，所以他就。对。但是皇上是，我觉得可以，你不然你去问问看。我觉得节目就是要这样的效果。是。他在安慰思雨的同时，思雨卸下了心防，跟这6个人相处，又做回了自己。但是他同样在罗瓦这边，他就说你去讲啊，不敢要姐嘞。对啊，就讲。所以其实不知道，我的眼睛看起来是这样。对，我觉得皇上牡羊跟天蝎不合，牡羊跟金牛很合。可是他跟思雨的火花呢？我讲说皇上一直想刺探，知道他真面目是什么。我觉得这是一个好奇，有一点感觉之后的好奇。节后我们很难说节目录完之后他们会保持联络。我觉得他有抓到皇上的一些眼光，对，而且他最后感觉不说你这个什么小什么腹黑啊。腹黑小婊子，黑小这句话好甜，你知道吗？皇上在讲这句话的时候，他完全是做自己。皇上这才是真实的。对，他说你这是腹黑的小婊子。这样，其实他们应该是感觉是这6个里面，就是痛是最合的，就是彼此之间痛是最合。就是访谈的时候，他也直接说，我觉得可以啊，我觉得可以播，我觉得有趣，因为他也觉得。不然这样就不好看，没画面呢，对啊，没东西啊，真的是个脑补时代。其实大家都在脑补嘛。至于他们到底下个礼拜会怎么样去跟思雨去摊牌，皇上是不是像我们讲的这样子的心态？是，我们下一集应该就可以知道喽。我要看。那我们今天就到这里喽，下礼拜见，拜拜。到了，八度羊，哎，请到晚餐的文学蛋。OK。没有接电话，想找人下来帮我。今天早上4点几？我觉得也在怀疑我就是假装关手机。你在怀疑？他以为我是安装。安装？对。